嗨，大家好，我是 Case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本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聊苹果即将推出的全新力作，史上最薄的手机 iPhone 17 Air。那当然了，这个名字呢目前还尚未确定，也有可能叫 iPhone 17 Slim。但是呢，本次 iPhone 17 Air 呢将会使用苹果自家研发的5G 调制调节器芯片，以及搭载全新的 A19 仿生芯片。所以呢，无论从外形还是性能上都有很大的改变。那这几天呢，我也搜集了很多的资料，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将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一键3连哦。那据传呢 ，iPhone 17 Air 呢是主打一个超薄的设计和强劲的性能，它的机身厚度将达到 5.5 毫米，成为迄今为止最薄的 iPhone。那甚至比2014年发布的 iPhone 6还要薄。所以我手里的这部呢是 iPhone 6，它的厚度呢是 6.9 毫米，已经有11年了。终于迎来了 iPhone 17 Air， 再一次将会打破 iPhone 6的超薄记录。那不过呢，这个手机那么薄，是不是很容易就做弯了呢？那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习惯把手机放在兜里，然后就直接坐到车上去开车，就不小心可能就会做弯了。那 iPhone 17 Air 呢，它将配备 6.6 英寸的 ProMotion 的显示屏，这也意味着它会比 iPhone 17大，但是呢又比 Pro Max 呢小，所以呢它是属于一个居中的一个位置。那本次 iPhone 17 Air 呢，还是会使用同 iPhone 16 Pro 同款的来自于三星的 AMOLED 的超瓷晶面板。那它这个面板呢，它硬度上呢就非常的厉害，比初代的面板呢在硬度上呢飙升了 50%， 所以呢可以更好的承受跌落和划伤。但是呢，我觉得 iPhone 17 Air 呢可能就是会设定为1200尼特的这个亮度，因为虽然是其他的新款的手机呢已经达到了2000尼特的亮度，但是我们知道 iPhone 17 Air 呢它本来就非常的薄，它的这个电池的容量肯定是会比较小，那么它只能在这个亮度上呢进行妥协，这样呢才可以拉长它的一个手机续航的时间。而且这一次呢17 Air 呢会给到120赫兹的刷新率，也就是每秒120次的画面。那以前呢是从 iPhone 13 Pro 开始，往后几代呢都是在 Pro 和 Pro Max 上面呢会采用120赫兹的刷新率啊。那其他的一些标准版的手机呢，目前还仅仅是60赫兹的一个刷新率。那这次呢把高刷用在了 iPhone 17 Air 上呢，我觉得算不算是 iPhone 17 Air 的一个销售亮点呢？怎么不算呢？那对于大家喜欢在手机上打游戏，或者是观看体育赛事啊，以及刷一些高帧率的一些视频啊、电影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大的减少这种撕裂和脱影的情况，所以呢观感上也会更好。那这一次呢 iPhone 17 Air 呢也会使用到苹果自己研发的5G 调制调节器，也就是 C1 芯片。那这个芯片呢其实最近已经用在了 iPhone 16E 的这个机型上。那它呢主要是不但是可以提升性能的同时呢，还可以延长电池的这个续航能力。不过呢它是不支持毫米波 5G 的这个超级 5G 的这个网络。那我们如果在国内的朋友呢，可能不太会了解这个毫米波 5G 的这个网络，但是在美国呢，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手机的 5G 非常的慢，在平常，所以呢，美国是有一些特定的地区，比如说就是非常繁华的地段啊、体育场啊、机场啊等啊，它就部署了这个毫米波 5G 的这个网络。那以往的这个网络呢，普通的 5G 呢，我们的下载速度呢是大概在1000到4000兆比特每秒，但是这个毫米波 5G 呢是可以达到10,000兆比特每秒，也就是1个 G 的这个视频呢，你的下载速度呢大约就是1秒钟，非常的快。不过呢，我们也就是说只能在一些人群密集的一些特殊的场合才能用到这个毫米波 5G。那日常我们在家里平常就是或包括外出开车的时候，这个美国这个网络真的是非常的差。那为什么中国其实是不需要涉及到毫米波 5G 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到处都有 WiFi， 而且中国的 5G 呢速度也会更加的快，所以会比美国快很多，这个是真的。而且目前呢，现在苹果已经在测试下一代的5G 调制调节器芯片，也就是 C2 和 C3 的这个芯片，所以预计在未来的 iPhone 机型上呢，它将会逐步的采用这些新的芯片，以增强5G 性能和这个兼容性。那当然了，它也是为了摆脱对高通的依赖。那当然了，这一次呢，其实是只有 iPhone 17 Air 呢应该会采用到这个新的 C1 芯片，而其他的 iPhone 17的机型呢，比如说标准版的 iPhone 17啊、iPhone 17 Pro 以及 Pro Max 呢，都还是会采用高通的芯片。
那简单的来说呢，其实 iPhone 17 Air 的5G 呢可能会比 Pro 版的稍微慢，但是苹果呢也正在进行努力，用自己的芯片进行升级，去替代高通的5G 技术。而且这一次呢 iPhone 17的全系列呢都会搭配全新的 A19 的芯片，以及呢最新的 WiFi 芯片，支持 WiFi 7。那在上一代 iPhone 16的系列呢，它采用的是 A18 的仿生芯片，已经可以就是达到了这个6个核的 CPU， 包括2个性能核心和4个效率核心。那我相信在 A19 的这个芯片上呢，它在性能和能效方面呢会有更大的提升。而且呢 iPhone 17 Air 呢，它还提供有8GB 的内存，所以呢也更好的可以满足 iPhone 的人工智能的需求。在摄像方面呢 ，iPhone 17 Air 呢预计会采用单颗的4800万像素的后置广角摄像头。那不得不说，它的这个设计呢，其实是在造型上来说还是蛮丑的，因为整个这个摄像头这个位置呢是凸起的这个部分，就看起来就不那么的协调。那在后置摄像头的旁边的右侧呢，是配备有麦克风和 LED 灯的。那当然了，还有是考虑到这个手机的底部呢非常的薄，所以呢它的边缘是没有空间去放置扬声器的，那只有在顶部呢配备了一个扬声器。而且呢，不过它的前置摄像头呢是可以值得我们讲一下的。它目前呢，它的前置摄像头呢是2400万。那以往呢，我们是用前置自拍的时候会发现丑的不能再丑了，是因为以前的手机呢是1200万像素的这个前置摄像头，所以呢它的画质就不清晰。那我们拍出来呢就会发现特别的暗，然后特别的丑。那这一次呢，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它的提升呢，对于我们喜欢自拍的朋友就非常的友好。而且呢，这一次就是讲到苹果它的这个手机17 Air 非常的薄，所以我们就要涉及到它的这个材质了。我在网上呢看了很多的资料啊，很多人讲呢就是说，有的讲是用铝合金，有的讲呢是用钛合金。那我也搜到的这个资料呢，就是总结下来呢，可能会用到钛金属和铝金属的混合物，而且呢它会这个钛金属多于这个铝金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又进一步的查阅了一个资料啊，是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呢，钛金属它的这个坚硬程度呢会高于这个铝金属。iPhone 17呢，它本身就非常的薄，如果它的坚硬程度又不够的话，那就是更容易做弯了，是不是？但是呢，铝金属呢，它会更轻，而它的成本也会更低，而且更加的环保。所以呢，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些资料显示是说，在 iPhone 17 Air 上呢，它会采用更多的钛金属，但其他的 iPhone 17系列呢，会用于铝金属来做它的金属框架的。那我看到很多人呢有在讲这个超透镜的技术应用啊。那目前呢，我搜集到的资料呢是显示，主要集中在 iPhone 17 Pro Max 的这个机型上才会去采用金属超构透镜的这个技术，以缩小和减薄 Face ID 的这个组件，从而呢去缩小灵动岛的尺寸的。那因此呢，我觉得 iPhone 17 Air 呢预计呢是不会配备超透镜技术的，因为呢该技术呢可能仅会用在Pro Max 的这种机型上，去提升前置传感器区域的设计啊和这个功能。那目前呢，我在网上呢看到了一个讨论非常火热的一个问题，也就是 iPhone 17 Air 会不会在国内来销售啊？因为国内的这个 iPhone 呢，依然还是采用实体的 SIM 卡的卡槽的，但是因为由于 iPhone 17 Air 呢，它非常的薄，也不太会有空间去支持制作这个 SIM 卡的卡槽，所以你即便是买了，后期去通过人工去切割来制作的话呢，也不太会可能。那么目前呢，我去搜了一下，就是中国联通的这个官网上面，包括还有就是苹果中国的这个官网上呢，它其实是有讲到中国联通目前其实是支持 iPad 还有就是 iWatch 的这个手表的这个eSIM 的功能，也就是所以呢，现在目前美国包括美国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国家呢，已经在逐步的都是使用这个 eSIM 卡的这个功能了哈。那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要给大家留个空间去讨论。而且呢，其实我还搜到一个帖子有讲，就是说可以用 eSIM 卡，然后去绑定一张实体卡的这个功能，然后去实现 iPhone 17 Air 的这个使用。那么这个就要留给我们秋季的时候就会得到这个答案了。那当然了，这个秋季也不是很远了，然后大家就一起来期待一下。那当然了，就是这个手机呢，具体上市还有就是它价格会是多少呢？可能会在849到899美金，它是低于 iPhone 17，高于 iPhone 17 Pro， 也就是处于第二个位置的这个价格哈。那具体是多少呢？我们现在也是留一个疑问。
那当然了，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期视频呢还有一些疑问啊，或者是有什么观点，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呢进行留言讨论。那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呢感兴趣，当然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留言。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啦，拜拜，我们下期见。